修行之路漫长而曲折，众生在此道上常被各种烦恼障碍所困。大智度论云：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应如是思维：一切众生为何不得解脱？即知有五蕴之爱。世人常言执着难除，众多修行者穷尽一生之力对治执着，却仍不得解脱。殊不知，比执着更为隐蔽、更难断除的烦恼障碍，才是众多求道者真正的拦路虎。这一障碍如影随形，不露痕迹，却深植于心，连佛门高僧与道家真人都曾为其所困。究竟是什么烦恼比执着更难断除？为何它能让众多修行者在道途上迷失方向？这一烦恼的根源又在何处？一日清晨，薄雾笼罩鹿野苑，年轻的比丘阿难正在园中为世尊准备讲经的场地。晨光微熹，露珠在草叶上闪烁，远处传来轻缓的脚步声。阿难抬头望去，见一位衣着朴素的青年缓步而来。青年面容清秀，双目有神，举止间透着几分儒雅，却又带着一丝焦虑和疲惫。尊者可在此处？青年躬身问道，声音恭敬而迫切。阿难微笑道：世尊正在林中禅修，不久便会前来讲法。施主看上去风尘仆仆，可是有心事？青年叹了口气，在阿难对面的石凳上坐下。小人名叫善明，本是王舍城一名书生，3年前开始学习佛法，潜心修行，可越是修行，心中烦恼越盛。今日特来求教世尊。阿难为他倒了一杯清水，且先解渴，待世尊来时，你再详细道来。就在这时，林间传来沙沙的脚步声，一位身披袈裟的高大身影从林中缓步走出，身后跟着数名比丘。众人看到那身影，立刻肃然起敬。阿难，今日准备的如何了？佛陀慈祥地问道，声音如同清风拂过湖面。阿难上前行礼：世尊，一切已备。这位是从王舍城来的善明，他修行中遇到困惑，想向您请教。佛陀看向善明，目光温和而深邃。善明，你有何问题？且说无妨。善明恭敬地跪下，双手合十：世尊，弟子修行3载，每日诵经礼佛，精进不辍。开始时心中法喜充满，觉得自己已走上正途，可近来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烦恼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加强烈。说说你的烦恼吧。佛陀在莲花石座上安然坐下，目光平静如水。善明垂首道：弟子本以为最难断除的是对名利的执着，便努力修习布施，断除贪欲。后又发现对亲情的执着难舍，便修习慈悲观，视众生如亲人。再后来发现对自我的执着最深，便修习无我观。这些都很好，那你现在又有何困惑？佛陀问道。善明面露痛苦之色：世尊，弟子发现看似已经放下执着，实则心中仍有异物，让我无法真正解脱。每当我以为自己有所进步时，它就悄然而至；每当我觉得自己比他人修行的好时，它就更加强大。有时它让我沾沾自喜，有时它又让我自我怀疑。它比执着更加隐蔽，更加难以对治。佛陀微微一笑，目光中透出智慧的光芒：善明，你能够觉察到这一点，已经难能可贵。许多修行人穷其一生都未能认识到这个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一位面容冷峻、身着道袍的中年人走进园中。他环顾四周，最后目光落在佛陀身上。敢问可是释迦牟尼佛？道者行礼问道。佛陀微笑点头：正是贫僧。道友从何而来？贫道玄冥，来自东土空洞山，听闻佛陀智慧无边，特来请教一个问题。道者神色凝重地说。佛陀微笑道：有何问题？请说。玄冥道：贫道修道30载，已能辟谷，修得小神通，原以为即将得道，却发现心中仍有一障碍难除。我曾向诸多道友请教，他们都说最难断除的是执着，可我已能做到无爱无恨，
超脱世俗，为何仍感困扰？佛陀看看玄冥，又看看善明，意味深长地说，你们两位虽来自不同的修行门路，却皆遇到了相同的困境，这是因为你们都已经触碰到修行的深层次障碍。善明和玄冥对视一眼，同时露出期待的眼神。佛陀继续道，世人常说执着难断，却不知执着之外还有更为隐蔽的敌人，这敌人如同影子一般，常伴左右却难以察觉。它能变化万千，时而让你自高自大，时而让你自卑不已，时而让你追求完美，时而让你自暴自弃。善明恍然大悟，世尊，您说的可是我执？弟子曾反复修习无我观，为何还是难以断除？佛陀摇摇头，你理解的还不够深入。我执确实难断，但今天我要说的是比我执更为隐蔽、更难断除的东西。玄冥神色一凛，敢问佛陀是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天色忽然变暗，一阵风吹过，林中树叶沙沙作响，众人不禁抬头望天，只见乌云密布，似有大雨将至。阿难连忙说，世尊，看来有暴雨将至，我们是否应该移到室内继续？佛陀望着天空，目光深远，是啊，变化已经开始了。这场雨会冲刷掉许多东西，也会带来新的生机。善明、玄冥，你们随我到精舍中去吧。他站起身，带领众人向精舍走去。空气中弥漫着雨前的清新气息，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。就在他们即将进入精舍的时候，第一滴雨落了下来，随后便是倾盆大雨。精舍内，众人围坐在佛陀周围，雨声淅沥，为这庄严的场所增添了几分宁静的氛围。佛陀看着善明和玄冥，目光如炬，你们两位都已察觉到自己修行中的障碍，却未能真正认清它的本质。这障碍不是别的，正是伴随着修行而生，却又阻碍真正解脱的那个东西。善明急切地问，世尊，到底是什么东西比执着还难断除？为何弟子修行越久，他反而越发强大？玄冥也皱眉道，我已能做到清心寡欲，为何仍然感到被某种力量所束缚？那究竟是什么？佛陀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，声音中带着洞悉世事的智慧。这个烦恼障碍比执着更为隐蔽，更难断除的正是念。佛陀的声音如同闪电划破长空，在精舍内回荡。念。善明和玄冥同时惊讶出声，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答案。佛陀微微一笑，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念，而是修行中产生的自我评判之念。这种念远比普通的执着更为隐蔽，因为它常常披着修行的外衣，让人难以察觉。阿难恭敬地问，世尊，请详细解释何为自我评判之念。佛陀双手结定印，缓缓道来，当一个人踏上修行之路，最初需要对峙的是对外物的执着，对财富的贪婪，对美色的迷恋，对权力的渴望。这些执着粗大明显，容易被觉察。而后修行者需要对峙对亲情、友情的执着，这稍难一些，但仍在觉察范围内。再进一步，需要对峙对我的执着，即所谓的我执，这已经相当深细。善明认真聆听，不时点头。佛陀继续道，然而当修行者以为自己已经在断除这些执着时，一种更为隐蔽的烦恼悄然而生，那就是对自己修行状态的评判之念。这种念表现为，我比别人修行的好，我已经取得了多大进步，我还不够好，我应该更加精进等等。玄冥猛然抬头，世尊一语道破我心中困惑。我确实常常在想，我已修行30载，辟谷有成，小神通已现，应该即将得到。原来这正是障碍所在。佛陀看向玄冥，慈祥地说，是的，玄冥道友，你修行中的障碍不是执着本身，而是对自己修行成果的执着，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念头。这些念头看似是对修行的促进，实则成为新的束缚。
善明恍然大悟，弟子也常这样想，我已经能够放下名利，应该比那些世俗之人更为觉悟。每当这样想时，心中就会生出一种优越感，可每当看到有人修行境界似乎高于我时，又会生出嫉妒或自卑之心。这就是您说的自我评判之念吧？佛陀点头道，正是如此。比执着更难断除的，正是这种细微的常常与修行同在的自我评判之念。它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会随着修行的深入而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隐蔽。一位年长的比丘问道，世尊，为何这种念如此难以断除？佛陀解释道，因为它具有3重特性：隐蔽性、合理性和根深性。首先，它极为隐蔽，执着往往很明显，你要么贪爱财富，要么不贪，要么执着于亲情，要么不执着。但自我评判之念常常隐藏在看似正当的修行活动中，难以被察觉。其次，它看似合理，人们往往认为评估自己的修行进度有什么错呢？激励自己精进有什么不对呢？正是这种表面的合理性，让许多修行者陷入其中而不自知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它根植于我们最深层的认知模式中。从我们有意识开始，就习惯于不断评判自己，比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。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性，不是简单的修行方法所能对治的。精舍内一片寂静，众人都在深思佛陀的话语。雨声渐小，透过窗棂，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开始放晴。玄冥忽然问道，既然这念如此难以断除，我们该如何对治？佛陀微笑着环视四周，要对治自我评判之念，首先要觉察它的存在。当你发现自己在想我修行的如何，我比他人如何时，不要排斥这些念头，也不要随之而去，只需如实关照它们的升起和消失。金刚经中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谓无所住，就是不执着于任何相，包括修行的相、解脱的相。当念头升起时，既不压制，也不随之而去，只是如实关照，这就是无所住。善明恭敬地问，世尊，这种关照需要用什么方法呢？佛陀答道，关照不是方法，而是一种态度。当你真正明白了自我评判之念的本质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关照它，而不是被它所控制。这种关照是智慧的体现，而非某种技巧的运用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阿难开口道，弟子曾在修行中也遇到类似困惑，每当听到世尊讲法，心生欢喜，自以为有所领悟，但过后常会想，我是否真的理解了世尊的教诲？我的理解是否比其他人深刻？现在才明白，这些念头正是修行路上的绊脚石。佛陀慈爱地看着阿难，阿难，你多闻第一，智慧非凡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，说明你的修行已经到了很深的层次。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没能认识到这个问题。玄冥若有所思地说，佛陀所言与道家作望、心斋之说颇有相通之处。老子云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，这损之又损，是否也包括对自我修行状态的评判？佛陀微笑道，玄冥道友所言极是。道家与佛法虽修行方式不同，但在对治烦恼障碍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。老子所言损之又损，确实包含了放下对自我修行的执着与评判。无为的境界，正是没有了这些多余的念头，自然而然的与道合一。善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世尊，若是完全不去评判自己的修行状态，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所进步？如何知道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确？佛陀点头道，善明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修行不是没有标准，而是这个标准不应成为新的执着和烦恼。真正的进步不是通过自我评判得来的，而是自然呈现的。当你的烦恼减少，智慧增长，慈悲心自然流露，这就是真正的进步。不需要刻意去想我进步了多少，因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障碍。
就像莲花在淤泥中自然生长，不会去想我今天长高了多少，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而然的生长。修行也是如此，按照正法精进修行，进步自然会来，不需要常常回头自我评判。听完佛陀的教诲，善明、玄明和在场的众人都感到如醍醐灌顶，心开一解。善明恭敬地说：世尊，弟子明白了。修行路上不仅要断除对外物的执着，更要警惕那些隐藏在修行外衣下的自我评判之念，这确实比普通的执着更难觉察，更难断除。玄明也深深鞠躬，感谢佛陀点化。贫道修行多年，竟不知最大的障碍就在自己的念头中，今日得闻真法，如拨云见日。佛陀微笑着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外面雨过天晴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大地上，整个鹿野苑焕然一新。看，雨过天晴了。佛陀指着窗外说，就如同你们现在的心境一样。当烦恼的云雾散去，智慧的阳光自然显现。记住，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好的修行者，而是为了解脱烦恼，证得菩提。从那以后，善明和玄明都将这次的启示深深记在心中。他们不再执着于修行的成果，不再常常自我评判，而是专注于当下的每一步修行。时光流转，两人都在各自的修行路上取得了真正的进步，最终证得了各自追求的境界。而佛陀的这番教诲也被阿难记录下来，流传后世，帮助无数修行者认识到并克服修行路上这个最为隐蔽、最难断除的烦恼障碍。杂阿含经中记载，心念处观，能除众生心中隐微烦恼。这正是佛陀对治自我评判之念的智慧概括。修行不是为了评判自己有多好，而是为了看清真实的自己，进而超越自我的局限，获得真正的解脱。时光悠悠，佛陀的教诲如清泉，润泽着无数修行者的心田。千年之后，一位年轻的禅僧悟心，在江南古刹中翻开泛黄的经卷，读到这段故事时，心中泛起层层涟漪。悟心自幼出家，天资聪颖，诵经习禅皆有悟性，在寺中备受赞誉。然而随着修行的深入，他却陷入了莫名的苦恼。每当听闻其他寺院的高僧大德讲经说法，或是看到同门师兄在禅定中有所感悟，他的心中便会涌起复杂的情绪，有时是不甘，觉得自己不应落后；有时又生出傲慢，认为他人不过徒有虚名。这种矛盾的心境让他寝食难安，甚至对修行产生了怀疑。读到善明与玄明的故事，悟心仿若被当头棒喝，他开始反观自心，发现在自己的修行过程中确实充满了各种自我评判之念。比如他会暗自比较自己与他人诵经的数量，会在意住持对自己的评价，会为自己偶尔的懈怠而自责，也会为某一次稍有感悟的禅定而沾沾自喜。这些念头看似与修行相关，实则如同无形的绳索，将他牢牢束缚。悟心决定依循佛陀的教导，开始练习如实关照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禅房，他不再急于评判自己昨夜的睡眠是否安稳，是否会影响今日的修行，只是静静地感受着呼吸的起伏。诵经时，不再执着于能否流利背诵，而是专注于经文的含义与当下的心境。与同门交流佛法时，放下想要展现自己学识的念头，用心倾听他人的见解。起初，这些自我评判之念依然会不时冒出来，但悟心不再抗拒，也不陷入其中，只是像旁观者一样，看着这些念头升起、停留、消散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，修行也不再充满焦虑与功利。一个月圆之夜，悟心在寺院后的竹林中静坐，清风拂过，竹叶沙沙作响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评判修行的进度与成果了。此刻的心境如同澄澈的湖水，平静而自在。那些曾经困扰他的烦恼，
在关照与放下中悄然消失。悟心明白，佛陀所说的对治自我评判之念，并非否定修行的进步与成长，而是让修行者摆脱内心的枷锁，以更加纯粹、自然的状态走在解脱之路上。就像山间的溪流，无需刻意证明自己的流向，只需顺着地势便能汇入大海。后来，悟心也将自己的感悟分享给同门师兄弟。他常说，修行如行路，莫顾影自怜，莫与人争胜，只需他是走好每一步，自会抵达光明彼岸。他的故事也成为了古刹中又一段启迪后人的佳话，印证着佛陀智慧的永恒光芒，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修行者穿越烦恼的迷雾，走向心灵的觉醒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